要让我们来知道一下什么是色斑。色斑啊，其实就指和周围的皮肤颜色不同的斑点，包括大家知道的雀斑、黑斑、老年斑、黄褐斑等等。它也是属于色素障碍性的皮肤病，由于皮肤黑色素的增加而形成了一种常见于面部呈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的沉着性、损容性的皮肤疾病，多发生于我们的面部。如果是日晒以后，它会更加加重，同时呢，也是多见于女性，与妊娠以及呢长期月经紊乱有关。还有内分泌的失调以及呢精神紧张等等，也会间接的使黑色素沉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了解一下色斑的诱因。黑斑的形成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紫外线照射是造成黑斑的头号杀手。一般人晒太阳都会形成黑色素的一个沉积，但是随着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它会自然的排掉。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新陈代谢比较慢，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因此呢会留下黑色的色素，而形成了一个色斑。第二，就是使用了过期和劣质的化妆品，导致金属的一种中毒，比如铅、汞、砷中毒等等。第三，就是皮肤的外伤，外伤时可能有一些粉尘或者是深色的液体等等，这些异物镶嵌入了我们的伤口，以及我们在消毒的时候可能过度的用了碘酒、紫药水，或者我们吃了一些含色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酱油黑木耳等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色素的沉积，而形成了黑斑。第四，那就是生活的习惯和每个人的心态问题，比如说压力，比如说有的人是偏食，以及呢睡眠不足等等，这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造成黑色素的增加。睡眠时间不稳定，这些人群皮肤的代谢率也会降低，会造成黑色素颗粒的产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去睡个美容觉，那么这个美容觉的时间就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凌晨的2点。那么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会称它为是美容觉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新陈代谢它进行的最多，也就是说它可以调整我们内部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最好的一个时间。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珍惜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去熬夜。第二，就是雀斑的形成。雀斑的形成呢，又有哪些因素呢？它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遗传因素是形成雀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然不一定是我们的遗传是来自于父母，它有可能是隔几代遗传。一般来说，这样的人群多见于这些白种人，或者是皮肤比较白的人的脸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长期的暴于太阳底下暴晒。阳光中的紫外线其实一方面是刺激了皮下的一些色素细胞的活动的频繁，它制造出了大量的黑色素。另一方面呢，你长期的暴晒是有可能损伤我们的皮肤的正常的新陈代谢的一个功能，就使得黑色素无法顺利的排除而残留在我们的皮肤上，甚至呢沉积在真皮中。所以过度的日晒会加深雀斑，但到了冬天雀斑又会渐渐的变淡。第三是黄褐斑的形成。那么黄褐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黄褐斑其实是由于组织细胞间的微循环受淤阻，细胞溶解死亡，黑色素增多形成色斑的沉着所造成的。脸部的表皮是最薄的，而且呢毛细血管呢也是最丰富的，所以一旦微循环受阻，就最容易形成色素的沉着。
而色素存着呢，主要呢是在表皮的基底层，黑色素的颗粒明显增多。如果是严重的话，那就是在真皮层，真皮层的色黑素细胞内也有比较多的黑色素。那么具体的因素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中医的角度认为，人体内它是阴阳失衡。第一个原因是肝气郁结，致使血瘀表现在颜面。第二呢，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弱的人啊，他吸收不是很好，所以气血啊不能润泽到我们的颜面，反而呢使湿热上升至我们的颜面，而形成了斑点。第三个原因呢是肾阳不足，阳气弥散，所以血瘀颜面而形成了黄褐斑。因此啊，老中医在看病的时候有一个是望闻问切。望就是首先看一个病人他的一个气色和颜面，那么他的颜面其实也是可以初步判断他的一个病因。第二呢，就是怀孕期，怀孕后的胎盘它会分泌比较多的雄激素，所以呢，孕期的女性朋友她的面部啊是形成一个对称的分布的黄褐斑，但是生产以后啊，她的体内的雄激素分泌会恢复正常的状态，所以大部分人黄褐斑会自然的减轻或者是消失。第三啊，就是因为药物的因素，如果是长期口服避孕药的，那么这些女性大概是在9%到20%很容易发生黄褐斑这样的一个现象。有的人甚至在口服避孕药1个月以后，在面部就出现了黄褐斑。此外呢，有一些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人，因为口服了药，也有会产生黄褐斑。那么平时如果是你多吃了一些感光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芹菜、香菜、胡萝卜等等，也会引起黄褐斑。第四呢，就是一些慢性疾病了，比如说慢性的肝炎、结核病等等，它会导致酪氨酸酶的一个活性增强，这个时候黑色素也会产生增加，而机体的自身排除黑色素的能力也随之减弱。那么当然，黑色素一旦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久而久之，大家也都知道，它会沉积在我们的面部，而造成了黄褐斑。还有一些化妆品使用不当，也会增加或者是加快黄褐斑的形成。第四呢，就是妊娠色斑的形成。前面我们介绍了怀孕的女性，她的雄性激素会增加。其实妊娠色斑它和妊娠纹的出现的原理是一样的，因为她孕期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生理状况，主要是怀孕的期间，她荷尔蒙的变化比较多，因此会使得我们体内的黑色素暂时的增加。当然，黑色素也是我们人体内天然产生的一种物质。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头发、皮肤，还有呢眼睛的颜色，其实都是来源于它。那么孕妇在分娩几个月以后，它的孕期的色素的沉着的部分可能会渐渐的褪去，皮肤呢也应该能够恢复正常的颜色。不过有些女性的妊娠斑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消失。好，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就色斑的形成的因素给大家呢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